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强势突破压力位，上涨空间打开了吗？阿斯麦出现向下跳空缺口是风险还是难得的入场机会呢？美股难得回调，上升趋势不变，下跌是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于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这次呢会讲到另外一种 K 线的支持，也是最近我们市场当中所出现的一种防守阴线它的交易手法。那么第二小节我们依旧会推进一下有关于浪形的观点。目前市场在五浪的高点寻找过程当中，那么这里会不会产生五浪高点呢？而后第三小节我们再讲到有关于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在本周周四的交易日当中有哪些支撑和压力需要去关注。在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我们再来到个股的分析。那么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特斯拉、HMS、阿斯麦、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LTR、Coin、TR、Coreway、APP、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和 SMCI。希望以上的个股和指数分析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阿哲视频当中所分布的一个个股分析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比较有限，那么阿哲相信不是每一只标的您可能都感兴趣。那么阿哲呢也把所有的内容整理成了时间轴，放在了视频底下这个三角按钮之中。您点开之后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表，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跳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左侧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的量价图，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一个知识点叫分形的防守线。市场什么时候会见到高点？它的前提是至少要出现一个顶分型结构。那何谓顶分型？就是中间的 K 线是最高价，而左右两边的最高价没有比中间的 K 线的高点高，那么这又是一个最基础的顶分型。而在顶分型当中呢，它的左一也就是1号 K 线的位置，它的低点是一个防守位。当市场出现调整时，如果连左一的低点都无法去跌破而有支撑的时候，那么说明这种调整大概率不用太过于当心。想要真正引发一个明确的波段调整，它的前提至少是把分型左一低点给跌破。那么目前的分型反手，我们知道高点是这一根阳线，那么它的左边的这根 K 线就是左一 K 线，它的低点则将是短线的支撑。如果连这个低点都无法跌破，那么短线上都无法产生有效的风险调整，那更不用说产生波段高点和五浪高点了。那么当下的一个市场下跌，在左一 K 线低点已经有所支撑，出现了略微带有下影线的阴线，目前没有有效跌破，所以当下我们关注是否会收阴跌破它的低点。如果连这个低点都不能跌破，有所支撑，那么就维持看涨的短线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前面低点上涨以来，短线强势上涨行情当中，左一 K 线呢经常会出现和被我们识别到。但是左一 K 线产生破位的时候是目前为止所没有的。前期这里呢曾经出现过左一 K 线被跌破，而引发了短线的调整，但因为没有打破前方影线的低点，所以市场呢只是短线的调整，后续呢继续上涨。而在这种强势上涨当中，只要左一 K 线不破位，那基本上短线风险都称不上。目前呢还未破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个知识点所讲到的防守阴线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图表，防守阴线呢是9阴真经我们9种阴线当中的第2种。那么这一种阴线，它其实在经典的 K 线组合当中叫做倾盆大雨 K 线。它的表现很简单，它由2根 K 线组成，而后阳 K 线呢在第1根，阴 K 线呢在第2根。那么构成的现象就是阴 K 线的最高价格比阳 K 线的最高价格是小的，而阴 K 线的收盘价格是小于阳 K 线的最低价格。它经常在上升图中所出现，有时候会是高点，有时候呢只是洗盘砸盘。而这种 K 线的产生，一般意味市场在短线出现了较为强烈的空方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呢是突发性的，让很多多头没有反应过来的，所以这种打击之后后续一般容易出现反弹。那究竟它是一个砸盘还是市场的出货，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后续的反弹的力度。它的一个最佳模型就是阳线，它是大涨的阳线，阴线呢为大跌的阴线，而相对普通的宽松模型呢为阳线可以为假阳线，阴线必须是下跌，但也可以为假阳线。而我们怎么去判定
它后续是反弹还会继续下跌为出货行情，还是说它是一个砸盘，后续依旧会上涨？关键点在于这一根阴线的高点，因为它是突发性的阴线打压行为，那么它当天的高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它同时也可以作为多头的进场位。在近期的很多个股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和指数同样类型的防守阴线，倾盆大于 K 线，比如说特斯拉。那么很多个股它其实是产生了反弹，但是并没有收盘过去阴线的高点，但特斯拉是收盘过去了。所以，当收盘价能够过去这根阴线高点的时候，就说明短线恢复看涨。这一根阴线大概率只是一种短线砸盘行为。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当中的防守阴线。那么阿哲呢，把防守阴线呢都标记到了图表当中，只要 K 线底下带着一个笑脸，那么这就是防守阴线的产生。从前期低点16959点这附近开始，我们去看到像这些笑脸的位置都是防守阴线，它们都是也属于倾盆大于 K 线。而防守阴产生之后呢，后续是容易产生反弹的，而反弹的时候，它只要过去它的高点，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砸盘，后续依旧能够看涨。包括这一天高点突破，依旧保持上涨，那么短线呢可以继续看涨，甚至呢是买进。高点突破，低点不破。高点突破低点呢并没有去有效跌破，那么后续短线没有问题，依旧看涨。在这种短线上涨当中，像这一个地方，这里，它们都是快速的短线把它的高点给突破，而并没有出现持续下跌，所以这些防守阴线都属于砸盘行为，而非出货行为。那直到这个地方出现了防守阴，高点没破，低点被破，才延续下跌这个低点被破高点呢难以去快速突破，像这两根 K 线就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而这里又出现了防守阴线，低点呢没有被阴线跌破，然后短线3天之内又把它的高点突破，所以这里将产生新的买点。像防守阴产生的这个地方，那么阿哲基本上都有去提到。那最近呢讲的比较少，因为这一波上涨当中是没有出现过防守阴线的，直到我们本周出现了最新的一根防守阴线。它的昨天是大涨阳线，它的今天是大跌阴线，所以它的模型是比较标准的，是一个很优秀的防守阴的模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了，这个笑脸所对应的 K 线的高点，也就是本周周二的高点，它呢是一个压力位。而在防守阴之后呢，市场直接出现当边下跌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往往会有一个反弹。你要关注一下反弹的力度是强是弱，就要看一下它能不能收盘价站上这一根阴线的高点。如果能站上去，那么说明这里依旧只是短线调整。而接下来呢，阿哲也要通过有关浪形，我们再去判定一下它的一个上涨空间。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第二小节的浪形的观点，目前市场依旧在寻找五浪高点，当下这个高点会不会是五浪高点呢？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价格走势在调整时，它连分型的低点都还没有跌破，而目前防守阴线的高点如果还没有破的情况下，我们就依旧看调整的延续，直到某个支撑位上出现止跌阳线。而假如能够短期快速反弹，把防守阴线高点给突破，那我们依旧认为22,685.7呢还算是有效突破。那么下一个空间依旧是看到23,256.6。而在这一种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说分型的低点呢算是一个短线的防守位，但是它不是说跌破之后就一定会看跌，或者说直接成为一个无浪高点，而是说这个低点如果都不破，这种调整根本不用担心。而如果破了，它的短线下跌空间会打开到哪里呢？差不多就是这根影线的空间为下一个关键支撑区。也就是说，从短线来看，如果直接能过去防守阴线高点，那么直接重新看涨，短线再次买进。而假如不能够去突破，而要走出一波短线的离场行情、调整行情，那么下一个支撑点位、关键点就在这个影线区间去寻找再一次的止跌买点。那么相对比较明确出现波段高点的可能性，就是它在这一个影线区间依旧没有止跌，反而有一根明确阴线砸穿这个影线的区间，那么就要小心了，它这个地方将会越来越有可能出现无量高点。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呢是还比较早，目前还离得比较远，所以当下我们就还算是比较安全的、良好的调整区间之内。那么以上是根据 K 线和浪形阿哲给出的一些指数方面的分析观点。那么稍后阿哲也会讲到第三部分，关于日内短线支撑和压力，我们怎么去看它的趋势变化，何时重新看涨。
那如果听到这里，您是一位老同学或者说财神朋友，那么阿哲希望大家能够跟平时晚餐一样，留下您的小星星，那么点上一个日常的点赞。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照常在视频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那么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假如您是觉得有所收获，那么阿哲频道所分享的内容知识点对您能够有所启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观看视频之后点击订阅按钮。那么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同学。您顺带着也可以点击这个全部铃铛，全部铃铛一打开，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观点，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首先第一个收到频道以及阿哲的通知。这是一个粉丝专享权益，那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第三小节。第三小节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日内撑压了。这个日内撑压是阿哲经常用来关注短线趋势的。那么短线做多、短线做空，我们都会用这个日内撑压来去做一个评判。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去讲到这个日内的撑压点位，它是一个很关键，阿哲在短线上必看的一个指标或者说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一个盘前广播。那只要您是我们新订阅的粉丝同学，未来1个月的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在盘前广播当中呢，阿哲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像昨天，阿哲就有提醒到了，纳指呢在周二出现了一个防守阴线、倾盆大 K 线，短线呢是要走出看跌的方向，空间压力在这个地方是无效突破的，涨势无效。我们需要将上周三的下影线区间作为关键的区间先看回调，短线只有突破防守阴高点，日线再恢复看涨。所以阿哲的盘前解析会比视频呢更加及时更加提前。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平时的盘前广播可以认真的去阅读。而除了指数分析之外呢，还有个股的短线和波段的走势的研判，阿哲也是每天盘前呢会去更新一些观点。那么接下来的个股解析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去延续分析。那我们看到目前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指数和个股的一些关键点位了。阿哲目前给到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这个撑压点位呢，我们怎么去看？正常您只要看一下收盘价就行。阿哲这一个点位是盘前发的，那么当天的盘后收盘，您看一下收盘价和这一个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的关系。如果收盘收在高点压力之上，说明短线突破了那个压力，那么市场当中呢，阿哲会标记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就说明压力位的突破，那么多方走强的概率就会变大。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它一般阿哲就标记为红灯 K 线。那红灯 K 线跌破支撑位，说明空方短线有走强可能，这里呢就要谨慎做多，甚至呢要开始减仓了。那么在右侧图表当中，也就是这个红绿灯指标了，就是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只要出现的是一个红灯 K 线，那么这种区间之下，在出现绿灯之前，我们尽可能谨慎做多，不要随便去加仓买进。只有市场重新回归到绿灯 K 线时，我们在延续绿灯，在绿灯持续的过程当中，才去积极做多，或者说才不要放心做多，这是短线的一个信号。而当市场出现红灯时，你应该把之前的盈利开始有所兑现，开始有所减仓。它的红灯出现越多，你应该越发的减仓。如果只是出现一个红灯，第二天立马又是绿灯，那说明它只是一个洗盘，再次买进看涨，再次持股待涨即可。而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续只要保持红灯或者是无灯，它只要不是再转为绿灯，我们在此之前尽可能以减仓落袋为安，或者说以观望的角度来对待目前市场，等再次转为绿灯，我们再次回归看涨。当然，如果您是比较保守的同学，你也可以在短线上等待防守阴线的突破，也是可以的。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这一个最新的这根阴线，昨天，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今天的预测值了。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22,577.65， 而预测低点呢是 22,317.2。股价如果今天收盘价能够站在 22,577.65 之上，将会出现一个红灯调整当中的绿灯，而结合目前趋势是一个上涨的，再加上呢这里是一个顶分型低点的支撑，在支撑位附近出现一个绿灯，那么我们重新回归看涨。而假如维持一个红灯，维持一个下跌，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影线区间附近在这个区间附近还有一个缺口的支撑，在这里寻找绿灯的产生，而后再次的短线看涨。
所以当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在不突破日内预测高点之前，我们整体谨慎的去观看市场。虽然它的调整目前还在正常区间内，但如果它连续出现红灯，我们也正常要保持一个减仓获利兑现的行为，等待再次出现绿灯，您可以再次加仓，再次买回。这整体是短线的角度。而对于波段的同学，你可以以长下影线作为防守，跌破之前波段看涨，而后等待回调买进机会即可。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红绿灯预测点位的使用。阿哲呢是每天盘前都会去公布在我们的盘前解析当中，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可能您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我们的盘前解析，阿哲呢简单教一下。您可以看到目前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一条信息，在这条信息里面有一条Telegram的链接，那么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当您寻找到助教老师，您只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盘前的口令，那么他呢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在未来1个月的时间之内可以收到阿哲的美股盘前提醒了。当然，如果您觉得点击评论相对有点复杂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在感叹号中呢也是放着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后也可以快速更加便捷的找到助教老师。但这里呢，阿哲需要做一个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你要记住，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呢，不只是盘前解析，还有另外的一些内部的更加精华、更加精深的技术分析的课程。一般福利1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解析，而这一个呢，它有一定的时限，而这一个内容呢，主要就是看阿哲的一个盘前的观点。那这一个福利呢，它无法让大家得到比较多的一个进步，你最多呢就只能得到阿哲一些短线的看法，所以呢，这一个阿哲一般不作为重点去提及。那我们的福利2才是真正的核心，它呢可以让大家去学到一些真正您可以为之自己所用的一些本事，很多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的方案啊，一些知识点，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内部课程在订阅之后呢去学习，找到助教报名即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本周的课程。本周呢，在这种强势的美股趋势行情当中，我们讲到了波段的启动、洗盘、拉升和波段全景交易的方案。所以每周的课程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课表和主题。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如果您真的想要在技术分析上有所涉猎、有所精深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福利2对您来讲会更加适合。那么阿哲也希望每个订阅同学都是跟阿哲一样在技术分析上呢，想要不断的去进步和学习的同学，阿哲也在寻找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如果您想要参与我们每周的内部课程，也记得订阅之后找到助教去报名听课即可。这些内容都是不公开的，您就找到助教领取我们的实名链接，才能够去到我们内部直播间所观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来到个股解析。在第1部分当中，您知道了有关于短线的防守位，以及短线防守之后的波段防守位，整体目前处于调整周期，在出现绿灯之前，我们还是谨慎去防范它的调整空间的扩大。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些短线如果出现买点，你可以去选择少买一些，仓位不要像平时那么激进，甚至呢，你可以去忽略，可以去不买。而出现风险信号的个股，比如说像谷歌等等，在长时间上涨之后出现一些红灯 K 线的，那么你记得一定要有所减仓，而不要不管不顾。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就看到特斯拉了。特斯拉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势，我们之前说过，它就是一个前期在低位类似于2浪调整之后走的一个3浪启动，而它的2浪调整是一个三角形的收敛状态，而后出现了突破。我们在学形态的时候，你会知道形态突破，它除了方向性的选择，我们可以知道多空之外，你也可以在空间上有一些测算。当然这不是100%，但它有一个预知性。一般三角形的空间的突破后的延伸是在三角形区间之内的高点和低点，我们可以去推断的。那么把这个空间往上翻1倍，你会得到一个目标位，就是 462.21 附近，为我们当下这个三角形突破之后第一个所投射的一个目标。同时我们结合浪形也会知道，前期下跌反弹时，这个2浪高点它算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最近呢，在2浪高点的位置出现长上影线，我们上期视频有讲过，关键压力产生长上影线，它为仙人指路，它说明是一种对压力位的试盘。在试盘之后，假如出现的是反向的 K 线，你应该去减仓。好，所以这一天下跌时，如果你减仓之前的获利筹码是没有问题的。
而假如它下一根 K 线继续下跌破了下一个支撑位，我们继续减仓也都没有问题。而这一根阴线它是一个防守阴线，那么出现之后，我们在当 K 的分析当中你就知道了，这根阴线的高点如果被收盘突破，那么将是一个买点。所以这根阳线短线第二天又反包了，那么我们在减仓之后，这一天其实可以重新的看涨，因为它又站在了之前我们长上影线所测试、所试盘的一个压力位之上。在长上影后试盘之后能重新站上，我们认为这个压力位有很大概率是已经被消化了。而结合 K 线防守性的突破，所以当下的特斯拉阿哲认为还是可以看涨的。我们的一个短线可以相对谨慎一点，目前的防守你可以放在2浪 K 线的高点。如果在这一根阳线上涨之后，你买进之后你可以以前方的这个点位作为防守，股价如果再次跌回来，你记得短线可以离场。当然，这种操作手法会相对保守一点，因为它这个空间不多可能略微调一调你就可能要走了。所以，如果您想要更加有概率把握到短线再次上涨去突进 462.21 的这空间的话，你可以把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所以看大家，如果你是相对保守你呢就把前面2号 K 线这个高点作为一个止损位，或者说跌破之后你就离场。如果想要更加把握后续行情，把这根买入 K 线的阳线的低点你就守这一根 K 线的低点，而后呢去看上方的目标 462.21。当然，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呢，这个位置你就做减仓就行了，等待后续达到目标位之后再做减仓也可以。因为目前的特斯拉的上涨依旧处于短线的上行当中它都没有出现波段的回调。没有出现波段回调的话呢，你做波段加仓其实有点太偏短线所以意义就不是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特斯拉的走势当中，你会发现它的一个飘带一直是保持紫色的，所以价格的波段回调怎么看呢？就是对于紫色飘带的回踩乖离的修复，而后止跌绿灯再次的看涨。所以这种回踩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这种地方才作为波段的一个回调加仓。而当下的一个特斯拉是短线加速之后离飘带有一定的乖离，那得要做的就是对于飘带的一个乖离修复，而后在飘带的一个上轨或者说中轨，我们再去做一些加仓，等待绿灯去找买点的一个行为。那么目前就还是处于短线红绿灯的一个上行当中，它在绿灯之后呢就立马转红灯。最近呢，它在红灯之后呢，就立马转为绿灯，它的一个黄 K 呢也是没有跌破的，所以短线上虽然走出一些有风险的红灯提醒，但整体因为它是一个强趋势行情，所以只做减仓而不是清仓，波段只要在转为绿灯之后，就重新恢复看涨即可。像强趋势之后，它距离飘带相对偏远的一个地方所出现的红灯风险信号，很多时候呢是相对于短线来讲的。目前有阳包阴线，又有防守阴突破，再有这个红灯转绿灯，所以当下保持看涨，只要不是再出现红灯即可。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435.91， 高点压力 451.09。今天收盘价只要不跌破 435.91， 那么就不是红灯，整体呢就保持绿灯，保持看涨。以上就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MS。目前呢所看到的是 HMS 的一个走势图表，在170出现回踩之后产生了一个上涨，我们目前是认为它处于一个波段的上行当中。那当然也有同学反馈它的一个空头有点强，股价涨一涨是吧，拉一根大阳线，后续就容易砸出阴线，这种行为呢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处于一种波段的趋势初期，它不像前期这种震完之后直接当边拉升，不是每一次的行情都能够走得这么顺利，是吧？像前期这个低点股价上涨之后呢，如果你是持有波段，那么这一波下跌你找的就是一个买点。而如果这一波上涨之后，你看的是短线，可能你就离场走了，去看其他股票了，那后面的上涨你可能就错过了。所以波段和短线各有千秋吧。如果你是看短线，那看到这里可能就到头了。好，如果你看的是波段，那么我们后续的调整你应该看的是机会。当然它也可能发生另外的情况，比如说短线可能在高位跑了获利了，而波段呢想要去等买点，反而最后回到了成本附近，甚至呢是破低点，趋势呢没有走出波段上涨，这就是短线和波段的区别。波段呢想看得更远一点更多的风暴比，那么它就要承受更大的回撤，甚至呢可能是后续跌破它的成本，要止损离场。而短线呢，它就不用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出现上涨冲高我就卖出，但是未来再有这种上涨呢，你可能就错过。
所以两者呢有好有坏，看您是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所以目前阿哲对于 HMS 我们整体就以波段来看待，它哪怕有所回调，我们以找买点为主。那如果未来它真的把你的获利目前给清算掉了，甚至把你的成本给跌破了，那么也只能说这一次失败了，找下一次。当然，你如果想更好的规避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在上涨时遇到压力时，真的出现明显调整时，可以做出一些获利落袋为安的行为，然后回落的时候再去重新的买进做多，操作会有一定难度，但是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那么目前的 HMS 呢，就碰到了一个压力区间碰到第一次调了一下碰到第二次又调了一下，一次呢是碰到这个区间的下沿，一次是碰到这个区间的中轨是吧？都发生了调整，说明空方还有所力量。但是整体来讲，低点依然抬高，整体还是一个上行上攻的走势，它的趋势已经是很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 HMS 的一个分析。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一个趋势图表。在本次的趋势行情当中，阿哲认为它的趋势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170天线还是保持一个向上的运行波段，它的飘带也是走为向上，所以它的一个中线、长线、短线基本都是看涨的。当然，短线最近呢有所回落好，它的回落的一个幅度，我们说过，波段的回调是针对飘带的乖离的修复，所以大阳之后上方有压力回落，它的支撑就是飘带的上沿。目前是还没有踩到飘带，而我们的飘带回踩后的买点就是转为绿灯时可以为买点。当更加准确或者说想更加保守的买点呢，可能可以等一些阳包阴线等等的出现也行。所以当下的飘带只要上沿没有破，那基本上呢就整体风险真的在波段角度来看是不大的。你要不要担心这个波段是否能够形成时，你先看一下它的飘带上沿是否被跌破。当飘带上沿在乖离修复过程当中是直接跌破，并且很难短期站上时，这个位置才是我们所说的很容易出现趋势的一个反向。而当价格走出上行时，只要它的飘带不跌破，保持飘带，那我们整体就波段看涨，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整体走出上行，是吧？它整体在低位嘛，这个飘带和170是粘合的情况下，它的飘带只要是紫色的，那我们整体就波段看涨。它转为黄带的时候，你再去规避；重新转为紫带时呢，我们再波段看涨。好，所以当下呢就是波段看涨的过程，走的是有点偏缓，但是它的标带还是有支撑的。只要不击穿飘带的上沿，那么整体风险就不大。击穿飘带之后呢，我们整体也可以去做比较大的减仓行为，然后等待170附近去止跌再去看涨。反正整体的这种波段低位的看法，只要不跌破前期这个震荡区间的下沿这个绿柱所资金低吸的一个位置整体趋势我们依旧以170向上，整体中长期看涨为主。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51.265， 高点的一个压力呢是 55.005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目前呢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一个走势图。那么对于阿斯麦的一个整体上行，它的目标我们一直说的是它容易回补上方的这个向下跳空的一个缺口。之前这里出现倒行缺口之后，市场产生一个很大级别的一个下跌反转。那么这里如果真的走出头肩底的一个反转态势，它呢要扭转这种下跌的话，它肯定是要回补上方的倒行缺口的，否则这里又是一个大级别高点，它呢将会再次的走出高点降低，低点降低，所以来到这一个缺口附近产生调整很正常。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上涨过程当中，所以不能因为这个简单回调就说它遇到这个倒行缺口的压力要直接这么去走了。我们只是说这种有可能长时间来看呢，这个结构是有可能这么走的。如果它能够把这个回补掉，完全回补，那问题就不大。而如果在回补过程当中出现某些破位现象，那么就有机会产生我们所讲的往下再破低点，那么下跌空间就会很大。但是这个概率性阿哲觉得比向上回补缺口的概率性是要小小很多，因为它目前已经走出170的向上整体的结构是反转，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级别的一个反转。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左边的一些压力位，比如说左边的高点它都是通过缺口去突破的，整体力量是很果断很坚决的。那么这种被很强势突破的一些压力点位都是缺口突破，那么它在后续就会产生支撑位。那当下呢出现一个顶分型，而且是强顶分，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了，左边所面临的第一个支撑就是曾经突破的这个高点，而在这个跌破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十日星，是一个有下影线的，整体缺口呢第一个都没有去回补所以当下这个下跌感觉很强势，但是从整个结构来看呢，
它这个回调还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再看到阿斯麦的一个短线来说，那从短线来看，它的一个波段一直保持向上，它也是从彩虹带和170粘合的过程当中走出来的。那么在趋势走出来之后啊，我们就说它的飘带越宽，它的上沿支撑就会越强。目前在走出加速行情之后，它没有碰过这个飘带，在首次加速后的回归飘带时，它将是一个很强的支撑位，很容易产生有效支撑，然后至少会有反弹。而在这种加速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绿灯是一直保持的，只要绿灯保持这一段短线看涨是没有太多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从红灯转为绿灯，只要是上升趋势，你就要关注了。调整时为红灯，止跌的位置有绿灯，那么就作为买点。好，当时是回踩飘带，有红灯转绿灯，那么就看涨。转红灯呢，短线可以离场或者说止盈大部分，再转为绿灯，再次看涨，转为红灯减仓，再转为绿灯，再次看涨。好，转为红灯开始减仓，如果保持红灯就保持减仓，转为绿灯再看位置，再去看涨。而目前的一个缺口是还没有被完全回补，产生了部分的支撑。这个缺口如果都没有被实体阴线给跌破，那么阿哲觉得这一波调整其实都不会危害到趋势，它连这个飘带可能都回不到。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预测值，整体的低点支撑937.62，高点压力950.27。红灯 K 线离飘带比较远的过程当中呢，作为波段来讲，你可以略微减仓，但是幅度呢不用很大。短线的话呢，你可以减多一点，因为短线一般代表它的成本可能不低。那么如果是在这个绿灯买进的，是吧？你出现红灯的时候，你的利润都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去获利去落袋。当然你说啊，我是这个绿灯买进的，那么这个红灯减了一部分了，绿灯买进的，那你的成本可能相对也就在这个附近啊。整体来讲就减半仓等等啊，都还是 OK 的。而对于波段投资者，那你的成本正常应该就是在前期低位啊，这个飘带和170附近啊去伏击去买进的。那现在你的成本那么低的情况下，其实都不用担心，它把这个缺口完全补掉啊，实体跌破时你再减仓都 OK， 红灯对你来讲伤害不大。以上呢就是特斯拉、HMS 和阿斯麦的一个解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个股标的会比较多，所以阿哲呢就简单我们讲一下日内的撑压、红绿灯点位以及趋势的分析啊，大体呢会快一些，但是整体应该对您也还是有所帮助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啊，它处于一个很大的一个震荡区间。那么震荡区间当中呢，出现的大涨啊，临近上轨时，它不能作为买点啊，至少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趋势买点，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嘛。所以前期的红灯转绿灯，而后股价上涨，你的目标位其实就是震荡上沿，一旦到了啊，你就要小心它要存在一个回落的可能。那回落的时候呢，它只要不跌破飘带啊，就是如果是震荡行情，飘带呢它很容易被上蹿下跳。那么如果它的飘带能够产生支撑或者说压力，至少说明它有机会走出这种趋势行情，就不容易呢还困在这一个震荡当中。那目前在绿灯之后转红灯，这肯定呢是一个卖点了。它说明昨天的绿灯为一个诱多信号嘛，就跟前面的红灯转绿灯一样，说明昨天的一个红灯为砸盘信号。那么当下的一个回调到了这个趋势飘带附近啊，我们看到有长下影线，有止跌出现，但是飘带呢比较窄，所以它的一个趋势呢目前刚形成上升，所以还不强。它如果这个飘带直接跌穿，它没有出现止跌阳线、启动阳线的话，就还是说明它依旧还在震荡。那你就要看一下前方这些影线的区间啊，再去找短线做多的机会。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呢是 173.99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78.375。如果今天依旧保持无灯或者说红灯啊，甚至呢是直接跌穿这个飘带，那基本上就还是一个震荡区间啊，空间呢应该就还在这下方附近找支撑。假如今天能够绿灯啊，或者说在未来在这个飘带附近能够有绿灯，或者说反包阳线产生，说明飘带止跌有效，我们再去看一下是否能够跟出一个向上的趋势而走出震荡行情。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博通。阿哲认为呢，如果你想要去买这个英伟达，或者说你想要去看芯片股，那博通可能会比其他个股要好一些。因为博通的趋势走的还是 OK 的，之前财报之后呢，让这个趋势回归到了一个上行，而后飘带呢是比较宽的，目前是加速之后第一次回飘带。那么它出现了一个蓝 K 信号，蓝 K 信号呢为股价趋势
回调过程当中一个很珍惜宝贵的信号，因为它代表短线的超跌。短线超跌，如果趋势上行不变的情况下，它容易就是低点行情。当然，这里不能因为蓝 K 直接买进，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出现蓝 K 的消失和蓝 K 的仿包出现。所以，如果能出现一根阳线站在了这个飘带之上，结合蓝 K 信号，那么这里将是一个回调的低吸买点。我们看一下飘带的上沿是多少，它目前是343.842，所以如果有一根阳线，实体阳线收盘在343.842之上，那么则作为博通的回调启动买点，否则继续等待调整结束的信号，不要随便在下跌时买进。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36.56，高点的压力呢是342.8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AMD 呢，它属于我们所讲到的英伟达、博通AMD 这三只里面最弱的了，因为它的飘带依旧是一个黄色的，说明还是下降趋势这三只里面最强的是博通相对次之的我们说的是英伟达。AMD 呢是最弱的，它整体没有站上过这个我们的黄色带，那黄色带没站上，还收了高开低走阴线整体来讲相对偏弱。飘带虽然有所收窄，因为震荡嘛，趋势呢有种往下走为震荡的行情。那么当下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压力位，就是这根 K 线，这根 K 线的高点呢为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位是怎么来的？那么听过昨天阿哲内部课程的，应该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倒数上线的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目前都没有突破，一直收阴下跌，所以股价到此为止呢，依旧为反弹看待。如果能出现一根阳线涨上去，它同时也在飘带之上，那么趋势才稍微有机会反转。后续等飘带收敛转为紫色，而后回踩不破上升趋势就会形成。当下还太早，依旧属于空方行情。如果跌破这个趋势带的下沿，那么市场呢整体我们还是要相对偏空的。像前期这里上到趋势带往下，上到趋势带往下，那么整体来讲就会偏空。这里如果又跌破股价整体还是小心的。目前的趋势带下沿是158.892这个点位如果再被跌破，整体还是回归偏空。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当下依旧保持一个绿灯那如果转红灯也是一个空方的一个风险信号。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56.32，高点压力是162.99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呢，它就是出现了一个飘带的突破，但突破之后呢，没有持续的走强，而是出现了一个回落。那回落过程当中是红灯连续但是飘带是还没有跌破的。只要没有跌破飘带，目前只要是紫色飘带维持，它哪怕比较窄、比较弱，但只要不破，就说明有机会走出趋势的一个改变。前期连续性的一个黄带压制下，当下呢终于有了一点反应，它至少它的趋势从中短期的空转为中短期的多，而目前短线出现一个回调。那么在紫色飘在这里，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个止跌出现的绿灯买点。那么绿灯什么时候会产生？看到低点支撑130.81，高点的压力呢是137.11注意这两个数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飘带的下沿，它目前飘带的下沿是127.133，这个点位呢最好不要被击穿影线没问题，但是实体阴线如果击穿的话就不太好。它说明了这个支撑位相对比较弱趋势呢就容易形成再次的偏空。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2TR 呢，它目前其实也是偏多的，就整体波段也是看涨的。它不太好的就是离这一个飘带乖离呢开始变大了，而变大过程当中呢又连续出现了2个红灯，虽然股价还没有跌但是离飘带是不是开始慢慢的有点距离，它有一个回调的一个需要，就跟前期这里黄 K 之后往飘带回调是吧，相对的把乖离修复一下，而后再出现上涨。那当下这里也有机会出现乖离修复，再重新看涨。2个红灯在相对震荡时出现说明了这整体空方还是有一定力量的。除非今天再次转为绿灯，而后反包，我们再看可能它对乖离的还没有开始修复，而短线呢要继续走涨。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74.475，高点压力呢是182.205。对于这种飘带刚形成转换的这种行情，你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飘带一定要有支撑，如果没有支撑，而是出现快速的下破，那么就说明这种趋势它走不远，很难形成相对比较好的中短期的持续上涨。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oin
也是一样的啊，价格呢刚转为紫色带不久，但是它也是有所支撑的。前面踩过这个飘带，由红转为绿色，那么这是一个买点。股价又再次回踩，如果这里再次出现由红转为绿色，收盘在这个飘带之上，依旧呢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这是以趋势波段角度去看的。而如果以短线来看呢，目前是比较弱，红 K 出现的时候呢，相对要去减仓。那目前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21.265，高点的压力呢是327.82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 TER 呢，就是属于趋势飘带，它已经走出来了，并且它维持的时间很长。像刚出现啊这个黄色带转为紫色带时呢，你要开始小心，或者说你要相对小心一点，因为飘带呢它刚形成时比较脆弱，不一定会反转，所以它只要在飘带附近，它只要不跌破，或者说不是有效跌破，那么就可以慢慢的用飘带去跟踪，每次回踩时找绿灯去买进，那么逐渐的去跟踪它的趋势上行啊，逐渐它只要是保持绿灯，那么整体就没问题。有时候跌破飘带，只要不是有效跌破，那么整体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上次呢出现跌破飘带时，我们说只要没有说破位太严重啊，它就有可能绝处逢生。这又是一次绝处逢生行情。那么后续它回调，只要不破飘带，在这附近我们就依旧找绿灯买进即可。它目前走出了一个顶分型结构，但因为1号 K 线的低点是吧离得很远，它的支撑又比较强，因为这一天是跳空缺口，所以当下的一个趋势是调整，是回调概率会远大于它是一个反转的概率，所以目前就看啊这个缺口的支撑和未来飘带的支撑即可。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它目前连红灯都没有，所以整体调整力度相对是比市场来讲是看跌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30.3，高点压力是133.9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 call 位啊，依旧保持趋势的一个上行，不管是短线还是波段啊，都是强劲的，都是看涨的。它最近市场虽然出现了一个2天的下跌，甚至有这种倾盆大 K 线产生，但是如果啊像扩位这种，它连红灯都没出现的，包括 TER 是吧，也是没有红灯的。那么这种股票啊，我们就说它相对来讲短线啊，至少是强势的。前面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调了一下，但往下调的时候连缺口都没补掉，出现长下影线，然后第二天上涨，是整体绿灯延续看涨。目前保持绿灯，保持看涨，飘带离得较近，哪怕下跌，哪怕调整，它也容易有支撑。飘带的位置啊，大体呢也就在116.922附近而已。我们看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28.73，高点压力138.4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128.73，就会出现红灯啊，长下影 K 线，我们说它是一种是吧吊颈线。如果吊颈线之后呢是走为下跌的，那么我们认为它要往飘带附近调，那么这个位置附近再找支撑绿灯去看涨。下一组股票我们看到 APP， 那么 APP 的一个走势出现了绿灯之后转红灯，它也是本次加速之后啊唯一的一次出现绿灯后转红灯。那转红灯它呢说明要对于飘带有一个均值的一个回归的可能，像前期是吧转红灯之后回归飘带啊，相对的一个回归了一下，就再次走为上涨。所以回归飘带对于趋势强劲的行情来讲，我们首先不看风险，而是看机会。价格只要还是一个指示带，那么回归飘带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绿灯，再次看涨。而目前呢，因为它是一个绿灯转为红灯，所以呢这里是偏空的，价格除非再转为绿灯，我们才回归看涨。而在此之前呢，我们在这一个飘带上沿啊去寻找一个支撑，目前是593.996作为上沿。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625.211，高点压力652.20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是苹果，苹果的走势啊也是呢出现了飘带附近回踩上涨，回踩上涨。它目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黄 K， 黄 K 说明是一个波段的一个风险高位的一个提示啊，而后目前是黄 K 消失，黄 K 跌破，所以苹果这里响应了一个风险信号，虽然它不是红灯，但它也是一个风险提示，所以当下我们依旧来看一个回调，回调的目标要么是一个缺口的支撑，要么是飘带的支撑，回调之后找绿灯再去看涨。目前的趋势啊虽然不是很强，因为它的飘带呢不宽，它的调整每次都有点太深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波段依旧看涨，回踩过程当中找绿灯啊去买进。那当下呢，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49.325，
高点的一个压力呢是254.02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再往下，我们再看到 Meta 也是紫色带而后的回踩，但是它踩的有点深啊，它跌破了一个飘带上轨，进入到了一个下沿附近回踩，出现了一个止跌上涨，但这个位置属于一个晕线，晕线呢属于方向还不确定，所以它的价格走势虽然目前没有红灯，是吧？它是没有红灯的，但调的力度其实不太差。好，这里呢至少要等待收阳线，站上飘带之上啊，才至少能够去看涨。而因为它是晕线的话，我们最好能够等的是这么一根 K 线收阳，站上飘带，也突破晕线的高点，而后选择看涨。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呢，整体方向不确定，它这个支撑能不能撑得住呢？也不确定，等待明确的启动会更好一点。连续的绿灯，当下还没有红灯啊，所以整体呢，在红绿灯角度来看，调整空方还不算很强劲。飘带下沿是754.466啊，这个支撑最好别跌破。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56.592，高点的压力是765.17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整体是偏空啊，跟 MD 是一样的，处于一个黄色带下，股价上涨，说明170呢开始被有效跌破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市场走势虽然没有去跌破有效这个2号 K 线啊，但整体170开始有压力的是不太好的。这个地方的飘带啊，它在收窄之后又有点发散了。最近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力度呢？再次把飘带给跌穿，说明依旧是一个反弹而已。所以整体呢偏空，不要随便的去做多看涨。当下虽然没红灯，但是跌破了飘带下沿啊，所以呢其实也是空方的一个风险信号，不一定非得要等红灯而已。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316.265，高点的压力是330.18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谷歌呢是连续出现了2个红灯 K 线。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有提醒过，在这种连续上涨离飘带越来越远的过程当中啊，当边连续走出这种上行的时候，出现红灯是可以做减仓的。但如果你是波段投资者，这个红灯减仓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它离飘带比较近啊，所以我们可以等待飘带附近止跌，再去找买点，再去找上升 K 线，除非把飘带直接义无反顾跌穿，没有止跌，那个时候波段呢最好去减仓，小心它去往下继续探其他的支撑。目前还没有碰到这个趋势带的上沿呢是245.081啊，这里作为临近的支撑。红绿灯的话，如果这里能够转为绿灯，那肯定能够作为一个调整结束的一个波段看涨信号。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44.655，而高点的压力是250.3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呢出现了蓝 K 信号，当这种蓝 K 出现的位置不太对，它跌破了一个飘带，所以本来亚马逊呢感觉它要走为上升趋势脱离震荡了，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在震荡当中有一个黄 K 突破了前高，但是收黄 K 而后黄 K 消失跌破，出现了下跌反弹下跌，是吧？低点降低，高点降低，它还是处于一个大的震荡行情当中。前期这里也出现破位，而后出现了一个蓝 K 啊反弹，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下沿。目前往下走，离170呢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蓝 K 除非消失直接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个超跌反弹。但是在这里没有突破之前呢，依旧往下看，这个地方不要乱抄底，蓝 K 得要消失和突破才行。如果要产生买点，得要反包啊，得要出现，最好是绿灯。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7.275，高点的压力是222.3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SMCI 呢还是保持一个趋势波段低位来去看，就跟踪 HMS 一样。我们整体啊是吧，从低位震荡之后拔地而起，到目前它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趋势呢，还是一个相对较偏窄啊，偏初期。但我们不能说它初期啊就把它忽略掉，整体去跟踪它的趋势形成的可能。目前出现红灯，但危险性不大，因为离飘带比较近，所以它这种乖离修复呢很快就完成了。所以如果出现红灯，在飘带附近找支撑，飘带的支撑目前在44.707，这附近找绿灯，再次看涨买进，做波段加仓。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45.195，高点压力为47.175，关注这两个数值，突破47.175为绿灯，为买点。这一次下跌啊，它呢有飘带有170，这个区间只要不是被跌破，整体波段阿哲认为依旧是找买点，依旧呢看涨。
以上就是9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